为了应对两线作战，为何印度认为他们需要将弹药储备从10天增至15天的激烈战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印度陆军的弹药问题存在不是1天2天了，毕竟以印度的军工能力，要给130万大军备足弹药，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虽然一直以来跟巴基斯坦存在零星冲突，但这些冲突的基本规模还在可控范围内。双方的作战行动其实基本是以炮战为主的报复性行动。但是印度与北方大国发生边境对峙以来，印度的弹药不足问题就被迅速放大了。很多印度媒体爆料，印度陆军克什米尔一线3个军15万人的弹药只能够支持10天的作战行动。现代化作战条件下，印度居然只能为一线部队准备10天的弹药，简直是贻笑大方。当然15万人的部队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但印度的军工生产、后勤能力、运输能力的落后便暴露无遗。据印度防卫新闻报道，为了增强对抗两线战争的准备，印度国防部要求从现在印度国防军在目前已有的10天库存武器和弹药的基础上进行扩充，至少要保证一线部队能进行15天的激烈战斗，增加5天的弹药储备，能够支撑一场现代化的高强度战争吗？印度国内反对派媒体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讽刺印度陆军的思维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但也有少数专家认为，这或许已经是印度陆军的后勤能力的极限了。国防部会向国会申请一批紧急的资金，用于采购国内和国外生产的弹药，并平衡东西两处都同样活跃的前线的需求。印度陆军参谋长表示，我们的任何准备都需要考虑两线作战的要求。印度高层消息人士表示，在库存水平上，印军装备现在已增加到15日的作战储备，包括粮食、油料、弹药。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没有获得后援的情况下，至少进行15天的激烈战斗，而不是早先确定的10天。这位消息人士表示，该授权还要求在给定的预算范围内，每次采购的财务预算最高可提高50亿卢比。他们说，国防军增加库存的授权在前一段时间是批准的。印度国防部官员表示，其实根据很多年前的授权，后勤方面应该保证武装部队进行40天的激烈战斗，这基本足以对抗一次中等强度的作战无虞。但由于武器和弹药的储存问题以及不断出现的生产采购问题，后来被人为降至了10天。但所谓良将不杀恶兵，如果连粮食弹药都无法保证，那印度所谓的两线作战的意义在哪里？两边都打15天，然后打白旗吗？17号凌晨1时59分，内蒙古四王子旗收到一份特殊礼物，一份来自月球大约20亿年前的土。为什么外国网友直接称呼此次行动为2020年最伟大的太空成就？17号凌晨1时59分，内蒙古四子王旗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一份来自月球大约20亿年前的土。这是我国探月工程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探月工程最后一步。嫦娥5号从发射开始到如今归来，共计历时23天。在2020年即将落幕的情况下，嫦娥5号的成功也让2020年可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这次也让很多国内国外的网友十分兴起。一位海外网友直接称呼此次行动为2020年最伟大的太空成就。这次嫦娥5号全图究竟获得几个首次？第一个是首创，也是中国首次实现天外采样，并且这一次因为是从月球背面采集月壤，也就是说中国是第一个成功从月球背面采集到月壤的国家，这比美国当年送给中国的1克月球土壤还要更早20亿年的时间，这也更加珍贵。要知道，前段时间嫦娥5号登上月背开始采集月壤的时候，美国眼睛都红了。第二个是首次实现在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简而言之就是让月球探测器换乘回家，而且这还涉及到另一个中国航天史的首次月面起飞上升，这是第3个首次。从官方公布的视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嫦娥5号直接咻的一下就发射了出去。别看这一步好像很简单，其实在背后着陆器可是起到了大作用。再说回月球轨道对接，之前几次采集月壤的探测器因为无法掌握月球轨道无人交会对接技术，都是采用直接月面起飞回地球的方案，所以嫦娥5号这一创举也就代表了人类太空技术的再进一步，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最后一个，首次实现在探测器在高速运行中将月壤带回地球。如今嫦娥5号已经完美完成任务，中国科学家们将会把它空运回北京，再进行开舱取土。之后我国探测、分析、研究地外天体的工作也会随之展开。
是什么样的轰20令美方不敢相信？我们如何完成美媒口中那不可能的事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期，南华早报在报道中披露了解放军轰20的一组新数据。新数据披露后，不论是放在美轰阵营进行横向比较，令美方颇为汗颜，还是与自家轰炸机进行纵向对比，都显得鹤立鸡群，不可同日而语。美专家在分析过这些数据后，许是汗颜，以至于一时接受不了，直呼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美媒则断言，轰20做不到传说中那么强大，所以是这些数据是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让美方这么难以接受。目前的美轰阵营中，亟待退休的 B-52H 满油航程一次可达8800英里的远方，而较新的 B-2轰炸机作为研制中的 B-21的前身，一次航程可达11000公里，一计6904英里。为什么越升级航程反而越短？自然是有所取舍的，航程和有效荷载总得选一个，想要全选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更别说在航程之上还有速度和与时俱进、入乡随俗的隐身性要求。如果同时提升有效荷载、速度、隐身性，少点油箱也是值得的。而轰20不出意外的话，就是魔改无数次的轰6的下一代新产品。可是，在美国人眼中，早已被长期的轰6 Plus 麻痹了神经的他们，似乎看到的就是轰6改着改着，轰20就要问世了。这也不难理解。首先从外观上看，轰20与其说是轰6的下一代，不如说是 B-2的下一代。在南华早报的报道中，轰20的航程可达12000公里。弹药荷载量也高了 B-2的25吨，几乎一半，达到45吨之多，并非 B-2不能装45吨，却要以缩短代表航程的油箱数为代价。在美媒大众力学看来，安装了4个发动机的 B-2已经十分庞大，要想超越 B-2的体量，成就如南华早报所述的轰20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表示，过去30年里，中国军事技术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稳健发展，但是他认为发展是递进的，有规律可循的。怎么可能一跃登天就超越美轰目前能拿出的最大法宝 B-2呢？五角大楼甚至认为，轰20的航程满打满算也就8500英里，担载量撑死10吨，这是美媒敢说不可能的重要原因。但是事实呢？很多美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美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做到了。我们敢说，必然敢做，轰20也会如预期一样闪亮登场，重磅出击。其实说到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又是一场时不待我的纷争。不过最近伊朗似乎再也忍不了了，推出新法律直指美国，之后却遭威胁，美国或伊朗或将爆发激烈冲突。据越南媒体12月16号报道称，伊朗肯定会对美国暗杀他们核物理科学家的行为进行报复。当然，没有证据的话，伊朗也是不能轻举妄动的。不过从伊朗对该案件的初步报告了解，已经有相关证据表明，这件事情的背后，以色列和美国的情报部门都有参与。于是伊朗针对这件事，伊朗立即推出了一项法案，其中明确规定了，如果美国不在2021年2月前放松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监督就会结束，并且还要求伊朗政府增加铀浓缩。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一直有此行为，伊朗就会加快自己核研究进程。有意思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后，伊朗一而再再而三地爆出国内多处重要机构和工厂遭到破坏。有消息人士称，近日伊朗的浓缩铀工厂附近再次发生爆炸，这次爆炸发生在这家工厂60公里处，这个距离十分微妙。要知道，目前伊朗在明面上的核设施只有2处，一处是纳坦兹，一处就是福尔多，也就是这次爆炸附近的工厂。美国威胁伊朗要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打击，很可能已经实施了。与美国同出一气的以色列同样表明了态度，美国甚至还出动了自己的轰炸机。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那么美国的行动很可能已经开始了。毕竟在这样关键的情况下，福尔多工厂附近发生爆炸事件，很难不让人想太多。这中间又是不是有美国人的手笔？毕竟各种事情堆积，能做出这种事儿的还有谁呢？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想想美国做这种事情也不是1次2次了。另外，越南媒体在报道这件事还表示，目前美国已经在中东继续增加军事力量，同时作为美国的盟友，以色列也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后，各自心里都是有数的。接下来就要看伊朗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如果血性一点，说不定爆发的冲突会更加激烈。其实从伊朗新法律中，外媒也是可以窥视一二的，比如让伊朗政府增加浓缩铀炼制一事，这就很明显地表达了伊朗希望能够快速拥有自己的核力量。核武，伊朗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不过现在就和美国针对性的发生激烈冲突，对伊朗来说绝对是弊大于利。所以如果真要反抗美国，必然要在伊朗已有核武的条件之下。